前阵子台北市有一起保姆涉嫌不当对待幼儿的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凯凯事件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前阵子台北市发生一起让人非常遗憾的事件，有位刘姓保姆受到了儿福联盟的委托，照顾1岁多的男童凯凯，但他却涉嫌和自己的妹妹不当对待凯凯，导致凯凯过世。现在呢，整起事件正在由司法单位调查当中。但因为网络上面传出了刘姓保姆对待凯凯的方式非常的残忍，让很多人非常愤怒。有些人开始肉搜嫌疑人公审哦，又有人质疑儿福联盟和访视的社工是不是怠忽职守才让悲剧发生。还有人认为是因为政府单位互踢皮球才会导致类似的事件一再重演。儿福权益促进协会创会理事长王维军呢，也在4月4号号召民众上街头，希望表达终止儿虐的诉求。那在今天这集因为案件真相还有待厘清，我们不会去仔细的讨论涉案人的状况，而是会拉大视角整理凯凯事件在台湾引发的各种讨论。包含了社工没有及时发现问题是怠忽职守吗？儿福联盟是不是管理有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到底谁该负起责任？整起事件或许可以从去年的9月开始说起。当时凯凯1岁多，进到儿福联盟等待收养。在这段期间，儿福联盟先将凯凯送到了合作的刘姓保姆家临时安置。12月24号，凯凯因为呼吸困难，紧急送医急救，最终不幸过世。根据媒体的报道，保姆声称是因为溢奶才会发生悲剧，但医生检查凯凯生理时，发现他身上有不同时间形成的伤口，符合疑似受虐通报的标准，通报政府单位介入调查。后来检方调查发现，刘姓保姆以及她的妹妹疑似在照顾的期间涉嫌不当对待凯凯，分别在今年的1月和2月羁押刘姓保姆姐妹。今年的3月11号，凯凯的亲友上爆料公社发文，不只详细的描述凯凯遭到哪些不当对待，还指控儿福联盟的社工作假报告，激起了很多人的愤怒。网络上面除了有人肉搜刘姓保姆，也有人认为儿盟的社工访视没有发现异状太过夸张，质疑社工怠忽职守才让悲剧发生。根据规定儿福联盟在临时安置凯凯的期间，儿盟的社工必须要每个月到保姆家定期的访视一次。而儿盟呢也强调，在9月到11月，社工确实都有当面访视，只有12月初因为保姆家中有病童而改期，没有想到12月底就发生了憾事。但很多人质疑从日常照片当中呢就能够明显的看出凯凯状况不佳，如果有去访视，怎么可能看不出来？怀疑儿盟社工没有善尽督导工作，才会让遗憾发生。那社工到底有没有当面访视这个问题还有待司法单位厘清。不过有很多人对于社工尽责就不会发生遗憾的指控，非常的不能认同。这也认为社工没有及时发现凯凯受到不当对待，责任不一定完全在社工身上，也可能是社工体制的问题。他们解释，社工的平均薪资才3万多块，身上却动不动背负20到50个个案，在人力不足访视时间有限的情况之下，确实很有可能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个案正在遭受不当的对待。所以他们强调，在真相厘清之前呢，社会大众不应该要把第一线的社工直接当成战犯。不过也有人反驳，社工工作辛苦是事实，但访视时呢要细心的留意小孩的情况，也是分内的职责，不能够用体制来推脱。那总而言之，目前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经手这个案件的社工有伪造文书过失致死的嫌疑，但没有羁押的必要，以30万元交保。后续的责任司法机关呢还会再继续理清。那除了社工，有人检讨儿福联盟，不管是事先预防还是事后处理都很糟糕。首先，在事前预防的部分呢，凯凯在进到儿盟之前，本来就有周姓保姆照顾，而在儿盟接手之后呢，周姓保姆也继续积极的争取继续照顾，甚至呢是直接收养凯凯，但是都被儿盟拒绝。很多人不能够理解儿福联盟的做法，甚至质疑他们忽视了对凯凯最好的选择，亲手把凯凯送给刘姓保姆，才间接的造成的悲剧。再来，也有人指控儿福联盟的监督机制也完全失灵，不只对于保姆把关不力在记者会上面还坦承他们内部没有孩子受伤的 SOP， 完全暴露了管理的问题。对此，儿盟强调，关于事前的安置流程呢，他们都是按照法规处理。他们解释在招募紧急安置个案的保姆时呢，有很多需要配合的事项，除了要有保姆证照，也会进行家访审查书面文件等等。当时是因为没有对前保姆进行足够的家访，才没有继续合作。
那之所以会拒绝凯凯前保姆的收养要求，也是因为法规规定，只有亲戚继亲才能够指定收养，其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都要透过媒合机构长时间的评估，不能够私下收出养。另外，儿福联盟虽然坦诚内部没有孩子受伤的 SOP， 但过去曾经跟涉案的刘姓保姆合作，他也符合各项审查标准，是基于互信原则才会选择这位保姆。不过，还是有很多人不买单儿盟的回应认为儿盟呢只是因为家访不够就拒绝跟前保姆合作，还因为互信原则就轻易的帮凯凯换保姆，显示出儿盟呢没有把凯凯的需求放在第一考量。再来呢，也有很多人指出，凯凯发生遗憾之后呢，儿盟的回应非常的置身事外，看起来完全没有反省。有殡葬业者表示，凯凯的丧葬费用呢是由他们无偿支付。这消息呢让很多人困惑，儿福联盟在2022年的资产高达45.9亿，一年可以收到将近5亿元的捐款，为什么没有帮忙凯凯的后事？甚至在面对大众的质疑时，儿福说他们第一时间有帮忙支付凯凯的尸袋，更是让舆论炸锅。很多人批评尸袋才几百元，儿盟完全不应该拿出来说嘴。另外，也有人翻出儿福联盟2019年的记账支出，发现他们一年的收入9亿，支出却不到5亿，其中的3.7亿元呢，还是拿去买内湖的办公室，让很多人指控儿福联盟根本是收钱不做事，扬言要提醒捐款。而面对排山倒海的批评儿福联盟呢也出面解释。那关于尸袋部分呢，他们主要是想要表达第一时间有失去援手，而且后续呢也有协助家属申请公益丧葬补助，但因为家属想要另外找葬仪社，所以没有完成作业流程。那至于支出远小于收入的质疑儿盟强调这是4年前的事情，他们现在已经全力以赴做推动工作，支出呢也都达到收入的8、9成，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大于收入，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努力。3月27号，儿福联盟的董事长也进一步的向凯凯及家属还有社会大众道歉，他们坦诚儿福联盟的行政制度确实有疏漏，并且提出了3大改善措施，承诺未来会精进收出养流程，改善社工的督导机制，并且加强社工对于儿少保护风险的敏感度。那除了处于风暴中心的儿福联盟之外呢，也有人认为凯凯事件还牵涉到了新北市、台北市以及卫福部等等的政府机关，但大家都在互踢皮球，没有人想要承担责任。在凯凯事件发生之后，有人质疑，虽然凯凯的收出养程序是由民间机构负责媒合，但政府的相关单位应该负有监督的责任。比如说，凯凯是由新北市社会局委托儿福联盟协助出养，再由台北市的保姆照顾。那新北市跟台北市政府为什么都没有及时发现问题？再来，凯凯过世之后呢，医院通报疑似儿虐。那根据规定台北市社会局要在24小时之内通报卫福部，并且在10天之内召开重大儿虐检讨会议，预防悲剧再次发生。但是呢，不管是地方还是中央，都是在3月中舆论沸腾之后，才开始有相关的检讨会议。有人就质疑，中间3个月的时间，这些主管机关到底都在做些什么？那针对这些质疑双北政府呢都表示说，不管是收出养服务，又或者是监督保姆的机制，都是依照目前的法规来执行，符合中央的指引跟规范。那如果过程当中的监督机制不足，应该主要由中央负责修改。再来，关于没有开会的质疑台北市政府也认为这是中央的问题。台北市社会局强调，在事发隔天呢就有通报卫福部保护司，保护司认为呢重大儿虐检讨会议是处理对象是家内施虐者，像是这个父母监护人等等，而保姆属于家外，建议他们另外咨询卫福部的社会及家庭署，但社家署呢当时只说会再演绎，至今都没有消息。但卫福部长薛瑞元反驳，如果地方政府认为有检讨需求，也可以自己依照权责召开检讨会议，不用什么事情都请示中央。而这番言论来回也引起了部分民众愤怒，他们认为无论是新北市、台北市还是中央卫福部，都在避重就轻，发生遗憾的事情，就算法规没有规定要处理，社会主管机关也应该要主动检讨改进，不应该要推卸责任。那在几番论战之后呢，3月15号，卫福部针对这次事件，邀集了专家学者、新北市政府、台北市政府、儿童福利联盟召开了专案检讨会议。在会议之后，卫福部向社会大众道歉，他们认为卫福部身为中央机关，在接收到地方政府的询问时呢，应该要用个案儿童为中心来回答问题，不应该要以机关内部分工来处理。针对中央地方相关人员处理的态度偏差，卫福部坦承应该要负督导不周的责任，向社会致歉。此外呢，卫福部也提出了9大改进措施，内容大致包含了3个方向。首先，未来会在收出养的制度当中加入监督的角色，除了收出养程序要经过这个地方社会局评估，出养儿童也要由县市政府协助安置。
再来呢是增加收出养流程当中的监督力道，像是改善居家托育人员的考核机制，提升媒合机构的这个社工的访视频率，增加访视事项清单等等。就是明确的分配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卫福部要求地方政府呢强化这个跨县市的横向联系，那如果遇到争议，再由中央协助厘清。而台北市长蒋万安呢和新北市长侯友宜也都为这一次的事件道歉。他们表示，目前双北市政府呢已经跟15个县市共同提出7+1守护专案，方案上面呢大致跟中央的这个改进措施一致，未来会跟中央一起携手建构完善的社会安全网。不过改进措施发布之后，社工职业工会的反应却非常不满。他们认为政府不应该盲目的提升社工的访视频率，应该要考虑到个案的量，还有这个服务品质的整体脉络，不然只是累死社工没有办法根本的解决问题。此外呢，还有监察委员认为凯凯事件涉及了这个社会安全网、收出养媒合机制，还有居家托育管理等等议题，应该要弄清楚整体的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卫福部以及双北市政府的执行还有监督机制是什么，过程当中是否有过失，而后续的制度要如何改善等等。目前呢，已经在3月27号申请立案调查。我们团队得知了凯凯事件的时候呢，除了震惊，还有非常深的无力感。过去我们曾经讨论过一些儿童照护的相关议题，但类似的悲剧似乎还是不断的上演。同时我们也发现，凯凯等待出养的特殊身份让他被社会安全网忽视，处境非常的孤立无援。更令人难过的是，因为法规的不够周延事发当下呢，也完全没有政府单位提出检讨，直到整起事件的舆论发酵，相关政府单位才开始提出改革的措施。那这种层层漏接，最后才亡羊补牢的情况，除了让我们看到制度的缺陷，也认为相关单位的检讨机制呢，可能都有一些重大的缺失需要解决。另外，凯凯事件也延伸出了警察执法过当、违反侦查不公开的讨论。我们也认为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议题。有人认为嫌疑犯被媒体拍摄，还在侦查的犯案细节呢被公开，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像是会有未审先判的问题，也可能会引发大众的不安跟恐慌，连带的影响整个社会的信任关系。但也有认为大众有知的权利，这样的报道呢，反而有警惕的作用，让大家更加的关心身边的小孩。那到底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同时的保障嫌疑人的权利，又让大家持续的关注这起事件？我们自己目前呢还没有很明确的答案。如果观众有不同的想法，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还有，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整理出所有的细节，只能够挑选出比较大的争议来讨论。那如果有观众知道更多，同样也欢迎在留言区补充哦。好的，那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这次凯凯事件你最关心哪个争议呢？ A. 儿盟的社工有代乎职守吗？ B. 儿福联盟为什么争议这么多？ C. 中央跟地方到底谁要负责？ D. 这个事件延伸的这个执法过当侦查不公开的讨论。一起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凯凯事件引发的争议。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托育事故以及台湾幼儿园。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